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走在京都的街道上，就像是上演一出时空穿越的电影。不经意的转角，就可能遇见超过1000年的古迹，不入戏都很难。整个京都有超过1600间寺庙，800座神社。作为历史迷，又是建筑迷的我，当然很想全部都参观一遍。不过这个梦想不太容易实现。如果从17个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建筑物，先开启这个梦想，好像更容易一点。这17处世界遗产，包含了观光人潮爆满的金阁寺和清水寺，也有冷门的景点高山寺和醍醐寺。从建筑的历史到隐藏的故事，跟我一起沉浸在这段知性的京都文化之旅吧。二条城是京都17处世界遗产中唯一的一座城堡。穿过布满吉祥动物的堂门，就会看到国宝二之丸御殿。二条城是德川家康的家，著名的历史大政奉还这段故事就在这里发生。也就是说，二条城象征着江户时代的起点，也见证了江户时代的终结。二之丸御殿由6栋建筑组成，是江户时代的松阴造住宅，在建筑史上是重要的典范。在城堡宫殿都消失的情况下，二之丸御殿作为日本仅存的宫殿建筑群而被指定为国宝。室内不能拍摄，但日本最大的壁画和各种雕刻装饰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艺术奇迹。二之丸御殿的地板会发出像黄莺叫声一样的声音，有人说是为了防刺客，但其实只是特殊工艺技巧而已。本丸御殿是日本现存少数的江户时代公家住宅，也是重要文化财。不像大阪城或姬路城还保有天守阁，二条城的天守阁在1750年被雷击焚毁后就没有重建了。原来天守的位置被叫做幻之天守。
清流园是一座融合了和式和洋式的庭园。香云亭只有在租借为婚礼场地时才会开放。除了国宝建筑以外，二条城也是春天赏樱的名所。晚上还会有特别活动，加上位置就在市中心，非常适合当作世界遗产巡礼的起点。西本院寺的历史是政教交错的复杂故事。1760年重建的阿弥陀堂是国宝，建筑长42公尺，高25公尺，中央供奉木质阿弥陀如来佛像。阿弥陀堂的地板有很多木匠留下来的小彩蛋，甚至有人专门拍摄和收集这些小小的趣味。1636年重建的玉隐堂也是国宝，桃山文化风格的木造建筑，面积规模比阿弥陀堂大一点，供奉着青鸾上人的木像。玉隐堂前有一棵超过400岁的银杏树，少见的横向生长，因此被称为岛质银杏。相传西本院寺过去发生火灾时，这棵银杏树喷出水将大火扑灭，因此也有吹水银杏的别称。走到寺院的南侧，这里有座京都3大塔门之一的四足门。因为太过华丽，很容易让人从白天欣赏到黄昏，所以又有日暮门的别称。屋顶用柏树皮铺成的唐破风，外观充满桃山文化的华丽风格。金黄的阳光照在精美的雕刻上，让这些吉祥寓意的动物都活了起来。这里的闲云阁和金阁寺、银阁寺并称京都3大名阁，可惜平时不开放参观。西本院寺的宏伟建筑里，还有很多工艺细节可以欣赏，加上丰富的历史背景，而且离京都站步行不到10分钟，非常适合当作京都旅游的第一站或最后一站。
为旅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东势的五重塔像是京都的名片，划破天际线的建筑，刻画京都的深厚历史。东势的全名是教王护国寺，意思是辅佐天皇，护卫国家。建于西元796年，是平安时代的重要遗产，也是真言宗的总本山。境内的建筑群蕴含厚重的历史，是一本京都的历史故事书。京堂重建于1603年，里面安置的药师如来及菩萨，象征佛教的智慧与慈悲。1491年重建的讲堂，1379年重建的御影堂，以最传统的建筑风格，默默守护日本文化数百年。不过，东势最经典的建筑，当然是1644年由德川家光重建的五重塔。这座塔高55公尺，是日本最高的木造塔。由于京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，有个传言是五重塔的塔尖和北边的北大路通地面是一样高的。原来京都的南北高度落差有那么大。五重塔象征佛教的五大元素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每层对应不同的意义。日本地震很多，五重塔却从没因为地震而倒塌过，要归功于高超的建筑工艺技术。东势是秘密佛教的起点，动辄超过1000年历史的佛像，加上经典的建筑，最适合出访京都时，在这里感受最原汁原味的京都文化。从清水舞台跳下去，这句日本人很熟悉的谚语，意思是向上天证明自身的觉悟。而这句谚语就出自京都的清水寺。不过，也可以从这句话就能推断，清水寺的位置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。清水舞台是从正殿延伸出去的舞台，高度约13公尺，由18根柱子支撑。
每根都是树龄超过400年的榉木，而且固定时没有用任何钉子，是日本木工技艺的奇迹。根据文献记载，从1694年到1864年间，共有超过200人从清水舞台跳下去。直到1872年，政府严禁这种行为，跳下去的情况才减少。舞台提供了周围景色的无障碍视野，当然也包括了京都市区的风景。现在已经成为每年超过550万游客造访的热门景点。清水寺创建于西元778年，目前的本殿是1633年重建的建筑。清水寺是西国33所第16番朝圣地，供奉本尊11面千手观音菩萨。寺庙的名称清水寺，源自流经的阴雨瀑布，象征纯洁和精神净化。饮用这里的水可以带来健康、长寿和成功。由于清水寺一年到头都是最热闹的观光胜地，想要避开人潮，可以在6点一开门的时候就过来参观。在秋天清晨的清水寺，感受建筑、精神及自然美景交汇的魅力。金阁寺的正式名称是鹿苑寺，因为舍利殿外面贴满金箔而得名金阁。金阁寺是临济宗相国寺派的寺院，初建于1397年，源于室町时代第3代幕府足利义满。1467年的应仁之乱，整座寺院几乎全毁，只剩下舍利殿。2战之前，舍利殿被列为国宝。但在1950年，舍利殿被一名见习僧人放火烧了。1955年，依照原貌重建。1987年，外观的金箔更新后，就成了现在大家熟悉的金光闪闪外貌。由于是近年才重建的建筑，金阁寺虽然是世界遗产，却已经不是日本指明的国宝。金阁位在镜湖池中，1楼是法水院，是平安时代的贵族建筑风格。2楼是朝阴洞，是武士宅邸的建筑风格。3楼是究竟顶，是禅宗佛殿的风格，屋顶还有只金色的凤凰。3种不同风格融合在一栋建筑上，却一点也不突兀，甚至是完美的状态。这才是金阁寺有名的原因。因为阳光的位置，金阁寺的最佳观赏时段是上午10点之前。不过这里是京都旅游景点中的王者，
要做好面对人潮络绎不绝的心理准备。也许是金阁真的太光彩夺目，很多人便对银阁也有相同的期待，但到了现场后，却忍不住发出了才这样的感叹。其实银阁寺和金阁寺是完全不同的欣赏角度。金阁寺是单一建筑创造的绝美构图，而银阁寺是接受残缺美学的精神状态。银阁寺的本名是东山慈照寺，是相国寺的分寺之一。1482年由室町幕府足利义政建造的山庄。门口的观音殿本来想仿照金阁寺，在建筑外贴满银箔，相传是建造的过程中足利义政过世了，所以才没延续这个想法。这片银沙滩枯山水庭园，堪称侘寂残缺美学的典范。整片园林都是在江户时期所打造出来，虽然不及金阁寺般的魔幻，却有着完美的平衡。看似不完整的结构，却透过简单的元素与线条，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顺着庭园的小径走一圈，视觉与心境也会跟着改变。植物与建筑在不同角度下，创造出丰富的构图。鲜绿色的青苔像是一片柔软的地毯，让历史古迹充满生命与活力。顺着庭园走，会到境内的高点，可以远眺京都的市景。银阁寺是东山文化的发源地，茶道、插花、诗歌都在这里发展，所以银阁寺有很重要的文化地位。银阁寺是个需要从精神层面来感受的地方，接受了生活中的不完美，就能见识到完美的生活。
御史仁和寺是真言宗御史派的大本山，建于888年，由宇多天皇建立，受到历代天皇厚爱，所以住持也多具有皇室身份。许多天皇退位后，都选择皈依佛门。许多皇子皇女在这里落发出家，所以这里又有御史寓所的名称。仁和寺的范围很大，主要分成御殿建筑群和佛寺建筑群两大区。皇室庭园这一区的建筑具有古代宫殿的风格，除了书院内部的豪华装饰，雅致的庭园景色也不能错过。内部的建筑群维护得很完整，境内充斥满满的历史痕迹。金堂是仁和寺的正殿，是现存最古老紫城殿，体现当时的官殿建筑风格。里面供奉阿弥陀三尊像和四大天王像。玉隐堂和观音堂内也保存许多佛像，建筑外观也有很多值得欣赏的细节。这里是赏樱圣地，名胜玉氏樱是樱花之中花期较晚的品种。很多人在春天的时候会在这里拍摄被樱花包围的五重塔。这座五重塔高达36公尺，是仁和寺的象征之一，建于1644年。塔身和东寺的五重塔风格一样，都是上下层大小一致的设计。仁和寺不只是一座寺庙，而是一部历史、一段文化、一种皇室品味的沉浸体验。建于1450年的隆安寺，用15颗石头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这里是结合武士文化和禅宗思想打造的枯山水庭园。这个枯山水庭园其实隐含了5个谜团。第一是刻印之谜，也就是不知道谁是建造庭园的庭师，也不确定庭园建造的确切时间。第二是坐庭之谜，由于庭师已经不可考，所以这15颗石头要表达的意涵也都是后人的揣摩。最多人的说法是取自中国母虎西子渡河的故事，在这里欣赏石庭，还会启发数学和哲学的思维。
第三是枯水之谜，看似平坦的枯山水庭园，其实东南角比较低，这样才不会积水，破坏了石亭的意境。第四是缺憾之谜，从这一侧欣赏，没有任何一个角度可以一次看到15颗石头，总会有被遮挡的角度，从遗缺顿悟完美。第五是远近之谜，枯山水后面的有土墙，靠近人的地方比较高，越往后越低，用透视的技巧让庭园感觉更有深度了。虽然带有5个谜团，但就是这股神秘感，反而让龙安寺充满魅力。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都来过这里，亲身感受枯山水石亭的禅意启发。说到京都旅游，一定少不了岚山。而在岚山地区的天龙寺，作为京都五山之首的地位，总是吸引络绎不绝的人潮。天龙寺是足利尊氏为了供奉后醍醐天皇而建的寺院。1339年创建的时候，因为缺乏资金，而恢复与中国元朝断绝的贸易关系。天龙寺最大的看点是桃园池庭园，这是日本第一座被指定为特别名胜的庭园。庭园采用借景的手法，设计上讲究视觉的层次感和空间的变化，任何角度都能欣赏到不同的美景。而欣赏庭园的经典角度之一，就是坐在法堂的榻榻米上，透过窗框，像是欣赏风景画一样。前景的白沙与水池，中景多色的植栽，背景则是秀丽的岚山，画面层次分明，构图精巧和谐。法堂于1864年被烧毁，现在的法堂融合了禅宗的简洁美学和日本传统的风格。因为庭园的独特魅力而被选入了世界遗产，除了美感，还有意境。光影交错，忽明忽暗，忽远忽近。从庭园的左侧走到右侧，明明是水平的几步路，却出现前后移动的错觉。错置布局的空间，体悟出超越现实的和谐感。
西方式参拜人潮比较少的原因，除了这里采取控制人数的完全预约制，高达4000元的参拜费，也是京都17个世界遗产中最高的。在入口处确认预约讯息后，就会先到大雄宝殿抄写经书，让心情平静下来。西方式入选世界遗产的原因，同样是独具美感的庭园。和天龙寺不同的是，这里的庭园是放任120种苔藓恣意生长的结果，而不是精巧布局的建造方式。庭园围绕着心形水池，也因为全境长满绿色的苔藓，所以又叫做苔寺。西方寺原本遭受过战争的破坏，1339年才重建为禅寺。在近代花了100年的时间，才让庭园里爬满苔藓，所以需要透过限制参观人数来保护环境。庭园被形容为音调和灵感的庭园，在鲜绿色的环境中，静下心来面对自己，才有前进的力量。作家川端康成以及苹果的创始人 Steve Jobs 都曾在这里受到启发，被称为灵感的泉源，非常的贴切。苔藓在缺水的时候，会进入到一种叫做隐身的不生不死状态，颜色会变得枯黄。因此，下过雨的初夏时分，才是欣赏苔庭的最佳季节。看似爬满新绿的地毯，带来生命的新希望。比瑞山严立寺是日本佛教的中心，甚至整座山都是能量景点。但是交通有点不方便，要换好几种交通工具才能到达。不过这里的范围很大，来严立寺就当作登山健行的一日行程，穿梭在大自然之中，像是修行一样启迪灵感。比瑞山严立寺有3大区域，包括东塔、西塔和横川地区。东塔这一区能参观的古迹建筑很多。东塔是严立寺的发祥地，是以本殿根本中堂为中心的区域。文殊楼是国家重要文化财。根本中堂正在整修，里面有一盏1200年都没熄灭的仙灯。可以进入阿弥陀堂里，
聆听诵经来换取心情的平静。法华总寺院东塔是1981年重建的建筑，供奉如来和经书。西塔位于东塔以北约1公里处，是以释迦堂正殿为中心的区域。释迦堂是14世纪的古迹，是延历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。原本是三井寺的正殿，丰臣秀吉在1595年将它搬迁到这里。长行堂和法华堂中间连接的走廊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。据说卞庆用肩膀扛着这里，也是必看的景点。拥有白沙庭园的净土院，是传行大师的陵墓所在，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。横川地区距离西塔以北约4公里，是以本堂横川中堂为中心的区域。横川中堂的正殿是以遣唐使船为原型的建筑，正殿的下方看上去就像是一艘漂浮的船。圆山大师堂建造于1652年，据说是神仙的发源地，可以在这里求个护身符来辟邪。比瑞山延历寺培养了日本佛教各教派的高僧，被认为是日本佛教的母亲。上山来个一日漫游，像是回到母亲的怀抱里，安心的感受被呵护的温柔。下鸭神社的正式名称是鹤茂玉祖神社，神社创建的时间已不可考，推测已经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。穿过广阔面积的鸠之森，像是自然仙境的怀抱。由超过200年树林的树木组成的古老森林，过滤了外界的喧闹与嘈杂。建于1628年的楼门，高10公尺，朱红色的外形是下鸭神社的象征之一。这里祭祀家猫见角，也就是京都的守护神。当年要建造平安京的时候，还要先来这里祈求成功。除了祈求五谷丰收、产业兴盛，也可以向这里的另一位神明御医圆命祈求姻缘和安产。
这里常见到新人在拍摄婚纱照，是间庇佑姻缘很灵验的神社。红色小桥，石阶地板，这里是玉手洗穿的写照。这里的水占卜很有名，把空白的签放到水里，签诗就会自己出现。森林、小溪、古迹，共谱一幅让人心安的乐曲。这里是与神明约定的幸福之境，不用费心寻找，就能感受内心的平静。上鹤茂神社的正式名称是鹤茂别雷神社，供奉的神明当然就是鹤茂别雷大神了。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600年前，是古代山城豪族鹤茂氏的祀神所在。从平安时代开始，和下鸭神社并称山城国一之宫。进入鸟居后，会看到以神山为意象堆砌的白沙，结合代表阴阳的数字，以祈求神明的出现及保佑。楼门在1628年所建造，目前已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。而无法拍摄的本殿，则是平安时代流传下来的流照样式，是神社建筑中的经典造型，被认定为国宝。上鹤茂神社的起源是和水有密切关系的故事，而油之小川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。河水非常清净，夏天甚至有人会脱下鞋子，在这里感受溪水的清凉，从外到内洗涤疲累，感受心灵的纯净与放松。这里拥有古老神社的神圣气氛，同时因为人少而非常清幽，非常适合来这里放松身心，感受宁静的震撼。高山寺位于京都西北边深山的高雄地区，是京都秋天最早枫叶转红的地方。这里是日本最古老的茶园，不确定这里还有没有种植茶叶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里曾经掀起一场饮食的创新浪潮。往境内深处走，有一些古迹。开山堂是江户时代重建的殿堂，供奉名贵上人的坐像。外形非常低调的金堂，是江户时代从仁和寺迁移过来，一年只有几天开放参拜里面的释迦如来。
石水院是镰仓时代留下来的国宝建筑。西面这一区是善财童子的小雕像，因为角度与光影的变化，有种从神秘到趣味的转变。南面的视野很开阔，可以坐在原侧看看象景山发呆。也可以推到榻榻米上，坐在这里，细细地品味门框、横梁及地板荒成的风景画。1206年，鸟羽天皇将寺院赐给明慧上人，并赐日出先照高山知寺的匾额，这就是高山寺的名字由来。不像京都其他的世界遗产，高山寺非常的低调，因此几乎是独处的环境中，有股遗世独立的宁静，带来心中的小确幸。醍醐寺创建于874年，是真言宗醍醐派的总本山。醍醐寺是京都境内拥有最大规模腹地的寺院，几乎涵盖了整座醍醐山，共有80多座殿堂和佛塔。在超过1100年的悠久历史中，传承着塔堂古迹、佛像雕刻以及绘画佛经，不少是国宝或重要文化财。这里是一座文化的宝库。国家特别史迹的三宝院，原先是1115年作为住持居所的建筑。丰臣秀吉在1598年亲自设计整建后，成为赏樱盛会醍醐花见的经典场景。欣赏庭园最佳视角的表书院是国宝，坐在这里很容易就忘了时间。室内的装潢风格也颇有看头，壁画及拉门绘都出自大师之手，有许多细致入微的精巧。
工程秀赖重建的人王门后，这里是堆叠历史的温床。位在嘉兰区的五重塔，建于951年，是京都现存最古老的五重塔。金堂是国宝，供奉的药师三尊像被列为重点文物，可以祈求治愈疾病和驱除苦难。藏在寺院最深处的变天池，是1930年为了纪念醍醐天皇逝世满1000年而建的庭园建筑。樱花、新绿、红叶及雪景，醍醐寺的四季有不同的景致。来这里欣赏古迹的同时，也能被美景疗愈心灵。在茶之京都的宇治地区，还有2个世界遗产。宇治上神社是镇守平等院的神社，位在宇治川东岸，遥望并守护着平等院。崇拜殿通往本殿的右侧，有一处同源水，是宇治7名水之一，古时常被取用煮茶的天然名泉。规模最大的本殿里，有3间并列的本殿，形式很特殊，也是最早期的神社建筑样式。本殿推测是1060年建造，是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。供奉的主神是应神天皇，建筑同时也是日本的国宝。宇治上神社欣赏的重点是时间，而不是空间。范围不大的神社境内，处处可见历史的痕迹，充满古意的浪漫。就算没来过宇治的平等院，大部分的人也会认得凤凰堂这座宫殿。10元硬币背面的建筑就是平等院的凤凰堂。
凤凰堂建于西元1053年，特色是建在池塘中的小岛，左右对称的宫殿倒映在水面上，像是漂浮在池塘上一样，也像是凤凰展翅。凤凰堂供奉阿弥陀如来像，面向东方而建，表现西方的极乐净土思想。屋顶上的凤凰也出现在1万元纸钞的背面，可见这里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。传说一位贵族梦见了极乐世界，于是他将看到的样子兴建了凤凰堂，而进入这栋建筑就等于来到了极乐世界。也由此可以推断，平衡对称的建筑构造对古人来说就是最完美的状态。这种从信仰延伸的审美观，影响了后来的建筑及艺术风格，也为日本的美感标准奠定了基础。参观平等院是一段感官丰富的过程，除了在寺院的范围内接受满满的视觉美感飨宴，来的路上还充斥着浓郁的茶香味，无数的抹茶制品，像是为宇治这2座世界遗产增添难忘的甜蜜回忆。京都是个让人慢下来的城市，同时却又有许多绝景，催促我们加快脚步去欣赏、去感受。只用眼睛欣赏京都是不够的，每间寺庙都有不同的香味，还有顺应时节变化食材的精料理，甚至是令人感到放松的诵经声。总想着在这里的每一秒都过得再慢一点，这是超越影片能感受到的京都魔力。这17间世界遗产建筑，你都来过了吗？是不是和我一样，很难排出心中的第一名，而想全部再参观一次呢？留言告诉我，这17间世界遗产，你已经去过哪几间了？如果你也喜欢京都各种不同的旅游主题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寻这座深度的城市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